今天我们刚刚把手洗得干干净净，准备去玩之前，我想再问你们一个小问题喵。什么问题呀？我的手已经香香的了，是不是可以直接冲去玩积木了？我也洗好了呀，而且水都冲掉了，应该算完成了吧？洗手很重要，可是还有最后一个小步骤不能忘记，就是把手好好擦乾。咦，真的需要吗？我本来想甩一甩，让水珠自己飞走就好了。对呀，反正等一下它也会自己乾掉，为什么还要多做这一步呢？因为手上留下水珠的时候，表示有些地方还湿湿的，摸东西时就容易把湿气带出去。原来不是只有看起来亮亮的而已，还会把水带到别的地方吗？没错喵，像门把、玩具、书本，甚至你们刚画好的图画，都可能被湿手碰到。啊，那如果我刚洗完手就去翻故事书，书角是不是会皱皱的？很有可能哦，纸张最怕一直碰到水，会远掉、皱掉，摸起来也不舒服。我懂了，原来把手擦乾不只是为了自己，也是为了保护我们常用的东西。对呀，而且手浅浅的时候，等一下拿点心、拿画笔、拿玩具都会更舒服、更稳。那手上的水珠都是只留在手掌上吗？还是别的地方也会躲着？好问题，水珠最喜欢躲在手指缝、指尖边边，还有手背弯弯的小地方。难怪我刚刚觉得手指缝还凉凉的，原来那里真的容易藏水呀。来，你们把手举起来看看，在灯光下面是不是还看得到亮晶晶的小水点？真的耶，我的手指旁边还挂着几颗小水珠，好像小玻璃珠一样。我的手心没有很多，可是手背和指缝那里还有，原来我刚刚根本没注意到。所以洗完手后，先停一下看看自己的手，也是很聪明的习惯。如果我没发现，就直接去摸积木，积木上也会留下小小的水痕吗？会有，尤其是木头积木、纸卡，还有蜡笔盒，碰到湿手就容易湿一点点。一点点也有差吗？感觉好像只有小小一滴而已。有时候就是很多个小小一滴，加起来会让桌面滑滑的，或让东西变得黏黏的。我不喜欢桌子滑滑的，这样画图时只会跑来跑去。而且手如果一直湿湿的，风吹过来会觉得凉凉冰冰，有些人还会不太舒服。所以把手擦前也是在帮手保暖一点点，让自己比较舒服。对，乾爽的感觉会让我们更想保持清洁，也比较不会急着乱甩手上的水。我刚刚本来真的想甩手耶，还好你先提醒，不然水可能会甩到镜子和地上。没错喵，地上如果被甩到一点点水，下一个走过去的人也可能踩到沙湿的地方。虽然只是几滴水，可是如果大家都甩一甩，洗手台附近就会变得乱乱的。你们想得很好，所以完整的洗手习惯就是洗前进、冲前进、再擦前进。3个前进连在一起，听起来好像完成任务的口令哦。哈哈，真的很像。现在我来示范怎么把手擦前，才不会只擦到一半。太好了，我最想知道这个，因为我常常只擦手心，其他地方一下就忘了。第一步，把前进的毛巾打开，先轻轻包住手心，不用用力搓，慢慢按一按就好。像这样把手心贴在毛巾上，让毛巾把水吸走，感觉好舒服哦。做得很好，接着把手翻过来，手背也要照顾，因为手背上的小水珠也会流下来。我刚刚真的忘记手背了，原来手背也不能偷懒。再来，最容易被忘记的地方就是手指缝，每根手指之间都要轻轻夹一下。我来试试看，一根一根慢慢擦，这样手指缝就不会湿湿凉凉了。没错，指尖也要碰一碰毛巾，因为我们常常用指尖拿东西翻页，按钮。如果指尖还湿湿的，我去拿蜡笔，盒子上可能就会留下一点亮亮的水痕。对呀，所以最后再看一次手有没有还亮亮的地方，如果有就再补一下。我喜欢这个最后检查，好像在跟自己的小手说，谢谢你今天也被照顾得很好。这个想法好温柔喵，会照顾自己的身体，就是很棒的生活习惯。那如果没有毛巾呢？在外面洗手时，有时候只有擦手指。擦手指也可以，重点是一样的，要把手心、手背、手指缝和指尖
都擦到。所以不是只碰一下就丢掉，而是真的要把水吸走才算完成。答对了，而且用过的擦手纸要好好丢进垃圾桶，不要乱放在桌上。这样洗手台附近看起来也会前前进进，不会走走湿湿的。你们有没有发现，把手擦前其实也是在照顾下一个要来洗手的人？因为如果我们不乱甩水，不把湿毛巾乱丢，下一个人就会比较好使用这个地方。完全正确，好的习惯常常不只是照顾自己，也是在帮大家一起维持舒服的环境。原来一条小毛巾也能教我们这么多事，我本来以为它只是用来擦一擦而已。生活里很多小工具都在帮忙我们完成最后一步，毛巾就是今天的小帮手。那如果我真的很赶，能不能只擦2下就跑走，等一下再自己变浅？如果很赶，更要提醒自己停一下，因为多10秒把手擦前，后面就少很多麻烦。像是不会把故事书弄皱，不会把地板甩湿，也不会让手一直冰冰的。对呀，完成最后一步常常比匆匆忙忙跑掉更省时间，也更整齐。我现在觉得擦手不是麻烦，是帮事情画上一个漂亮的句点。说得真好，洗手像一段小任务，擦前就是任务完成的最后星星。那我今天要拿到钱爽小手星星，而且还要提醒自己不要忘记手背和指缝。太棒了，喵！我们来一起复习一次，洗完手后要先做什么？先看看手上还有没有亮晶晶的小水珠，尤其是手指缝和指尖。很好，再来呢？用前巾毛巾或擦手指，先擦手心，再擦手背，然后把手指缝和指尖也擦前。完全答对。最后，如果发现还有湿湿的地方，就再补一下，不要急着跑走。这样我们拿玩具、翻书、吃点心前，手就会又前进又前爽。而且洗手台周围也比较不会被甩得到处都是水，看起来整整齐齐。没错，完整的把事情做完，就是很棒的生活习惯，也是一种贴心。我决定从今天开始，每次洗完手都要跟自己说，还有擦浅浅这一步哦。我也要，而且如果看到亮亮的小水珠，我就知道还没真正完成任务。今天我们学到，洗手后把手擦前，不只是让手舒服，还能保护物品，保持环境整洁。原来最后这个小步骤藏着这么多贴心和细心，我以后不会再随便甩一甩了。我也是，我要把钱爽小手星星送给自己，也送给每一个一起用洗手台的人。太好了，喵！今天的大冒险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和我们一起学会把洗手做到最后一步。如果你也记住了，洗完手要擦浅浅，就跟我们一起挥挥手说下次见。祝大家每天都能有前进又舒服的小手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！拜拜，喵！明天我们再一起看看，为什么打喷嚏的时候要记得遮住嘴巴和鼻子。